功夫女足里的彩蛋埋的到底有多深？一句看似不起眼的台词，竟然能勾连起跨越25年的热血表达。我脹爆感覺到喺呢個 moment 要爆了。这是少林足球里酱爆个人理想的缩影，他追求音乐梦想的不灭火焰就在这个 moment 彻底爆发，而这份炽热也点燃了作为小人物的共鸣，他们一起跳舞，释放心底最纯粹的热爱。到了功夫女足里，输掉比赛的峨眉队开始调整战术，候补队员被全部换上场，双双坐在替补席，感叹场上的球员要爆了。这其实就是在说，热爱比赢球更重要，因为现在替补上场的学也曾说过，他踢球就是为了踢球，而不是为了赢球。这正是周星驰电影里的永恒主题，平凡人也可以大胆做梦，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滚烫热爱。而像这样的隐藏彩蛋，本片还有12个，有的让人爆笑如雷，有的让人感慨万千。第一，梨花队。电影里每一个球队都对应了一个国家，金龙队是泰国，大和队是日本，而梨花队对应的就是韩国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梨花队最擅长的是出阴招，他们诬陷对方犯规，用演技博取裁判同情，甚至通过心理战术取得进球。这其实就是讽刺韩国在体育界的良好口碑。其他运动先不提，02年日韩世界杯，韩国被踢废葡萄牙，干残意大利，吹掉西班牙，刚刚晋级4强，这样的场面一次又一次上演。据说梨花队主教练本来定的演员是宋康昊，但因为梨花队的作风和韩国队很像，最终没有选择出演。第二，演员的自我修养。面对花招百出的梨花队，峨眉队给出的答案是用魔法打败魔法。他们在半决赛也学起了梨花队博取裁判的同情，而与此同时，画面切到了他们学习表演的画面。一个尹天仇穿着的人拿着《演员的自我修养》这本书在教课。在《喜剧之王》里，这本书是尹天仇对表演艺术的纯粹执着，而他在贫困中坚持努力奋斗的动力源泉。努力奋斗。而在功夫女足里，这本书是峨眉队成功的注脚，也是对梨花队演员行为的讽刺。第三，我拿什么养你？除了演员的自我修养之外，这也是喜剧之王的一个彩蛋。在喜剧之王里，渣男前任逼迫柳飘飘去赚钱，不然没法养他，因此才对比出尹天仇那句台词的浪漫纯粹。我養你啊，你養掂你自己先啦，傻仔。而在功夫女足里，这句话也是从渣男嘴里说出来的。上标被渣男欺诈家暴，渣男问他要钱，说不给我钱我怎么养你？同一句台词，现在看起来更像是对曾经理想主义的调侃和自嘲。第四，配角。功夫女足里饰演渣男的是冯冕恒，之所以让他来致敬喜剧之王，就是因为他在喜剧之王里饰演的就是柳飘飘的渣男前任，他算是周星驰的御用配角。从功夫里的4眼文员到少林足球里的领队，都是他塑造的角色。冯冕恒的身份很特别，他是周星驰公司的编剧，当年因为片酬问题被临时抓壮丁，从幕后走到台前，结果一眼就成了周星驰电影里不可或缺的配角。第五，棒棒糖。功夫里的棒棒糖是贯穿全片的核心象征，它是男主阿星心中未被世俗污染的纯真和善良。在阿星灰暗的童年回忆中，只有这根棒棒糖是彩色的，它是阿星和哑女之间的情感纽带，也成为唤醒阿星良知的关键。在功夫女足里，当徐峰小时候哇哇大哭的时候，双双也给了他一根棒棒糖，这不仅是他们感情的象征，更是成为一种近乎神圣的符号。它是童真带来的甜蜜化身，是成人世界里不曾妥协的童话。第六，飞天球。预告画面里有一幕足球腾空飞起，和飞机齐平，这是对少林足球经典台词的还原。在少林足球里，吴孟达饰演的黄金右脚在调侃周秋池饰演的武师兄，每次把球踢上天，万一把飞机打下来，你赔得起吗？这个波太楼悬梯了，把人打个飞机落来，会不带呀？根本还了啊！功夫女足把这个无厘头的玩笑变成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现实，这不仅是对这句经典台词的致敬，也是对吴孟达的一种深情缅怀。第七，玉面双飞龙。这是出现在少林足球中的组合，由张柏芝和莫文蔚客串出演，是少林队在决赛前遇到对手球队的主力，两人都是女扮男装，贴着胡子的夸张造型。功夫女足里的2位女主角分别叫双双和玉龙，双双对应的就是双，玉龙谐音玉龙，组合起来就是双玉龙。玉面双飞龙的球1号分别是7号和11号，这确实是功夫女足的上映日期，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跨越25年的特殊彩蛋。第八，片尾彩蛋。片尾彩蛋一直是周星驰玩梗的地方之一，就算没有彩蛋，也要亲自下场录一段视频说明没有彩蛋，不是大片，没彩蛋。而功夫女足是有彩蛋的，彩蛋中周星驰和林子聪以少林足球中的经典造型亮相，尽管只是背影，但标志性的卡通破鞋一出现就足以引爆全场。而更泪目的是，场下的观众席坐了3个人，林子聪和周星驰中间空了一个位置，这应该是留给饰演黄金右脚吴孟达的座位。第9，刮腿毛。这是传统港片经常出现的喜剧桥段，利用角色和行为的反差制造的喜剧效果。在功夫女足里，这个梗也出现了。徐峥和双双产生误会之后，双双戴着耳机跟厨师打电话，徐峰误以为是在跟他说话，他把给猪腿剃毛的流程全用在了自己身上，喜剧效果特别充足。第10，教父。周星驰非常喜欢解构经典叙事和经典符号，而教父的经典造型就是黑色西装搭配上一朵红色玫瑰花。
黑和红的组合是电影美学的极致对比，柔美与残暴并置，完美外化了黑手党的本质，在优雅的绅士风度下，藏着随时取人性命的冷酷。而功夫女足里徐枫的造型，就是对这个造型的解构。她穿着一样的黑西装，但那朵优雅的玫瑰花换成了精致的梳子。这种以柔克刚的替换逻辑，在无厘头喜剧中屡试不爽。越把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用极其隆重的仪式感去完成，效果就越强。P11肿脸造型，这是无厘头标志性的喜剧工具，也是对美与丑文化的深刻结构。通过制造巨大反差，引爆笑点。唐伯虎点秋香里，风华绝代的秋香被打成猪头，再用还我飘飘拳瞬间恢复，视觉冲击力极强。脸在此时只是一个戏剧道具，丑化外表是为了凸显内在。外表虽丑，但角色本身真诚、至情至性。功夫女足里的徐枫也有这个造型，双双以为徐枫叛变，所以猛扇徐枫2巴掌，徐枫的脸就肿了起来。但事实上，徐枫用的是苦肉计，让峨眉队在失败中变强，所以这里也是用外貌的丑来凸显内心的美。第12 Be Water My Friend， 在功夫女足里，这不只是一句台词，更是贯穿电影的主题哲学。它直接引自李小龙的武术哲学思想，核心是放空思想，打破形式，像水一样适应万物。这体现在队长双双的成长中，从紧绷好胜到接纳失败，学会以柔克刚。其实这也是周星驰世界里小人物的生活哲学。当命运像巨石一般滚落，可以选择成为与之硬碰的顽石，也可以选择成为绕石而过的流水。后者看似没有赢，却从未真正输。水的空恰恰是最大的有，因为它永远准备着成为下一个形状。